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听今天的节目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句，你现在还好吗？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听这期播客？是在家里，在路上，还是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？现在是什么时间呢？是早上、下午，还是晚上？不管你在哪里，不管现在是什么时间，谢谢你愿意来听。那我们慢慢来，一起聊一聊吧。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但会用很简单、很生活的方式来聊。这个问题是：生活到底是一场考试、一堂课，还是一份礼物？也许你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也许你现在正有点迷茫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说，就像坐下来喝杯水一样，轻轻聊一聊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真的很像一场考试，从小到大，我们一直在备考。上学的时候要考试，分数很重要，考得好，老师表扬，家人开心；考得不好，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后来工作了，好像也在考试，面试是考试，工作表现是考试，升职加薪也是考试。我们常常问自己，我做得够好吗？我是不是落后别人了？为什么别人好像都比我顺利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其实很正常，因为这个世界常常用结果来评价我们。你赚多少钱？你做什么工作？你住在哪里？好像这些就是答案。如果答案对了，你就觉得安心一点；如果答案不对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。有些人甚至觉得生活就是一张很长很难的考卷，而且没有人告诉你标准答案。可是，生活真的只是考试吗？如果生活只是考试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一犯错就失败了？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有一次没做好，就全都完了？但你仔细想想，生活好像不是这样运作的。你犯过错，但你还在这里；你走过弯路，但你也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很多时候，真正改变我们的，不是考对了，而是走错了以后，慢慢明白了。所以，有些人会说，生活更像一堂课，不是用来给你打分的，而是用来让你学习的。这堂课没有下课时间，也没有固定的老师。有时候，你的老师是一个人，一句话，一件小事，甚至是一段很难受的经历。比如，你第一次失去一个重要的人，那种痛会让你学会珍惜。比如，你很努力，却失败了，那种感觉会让你学会面对自己。在生活这堂课里，慢一点的人不一定学得少，有些人走得很快，但没有时间想一想；有些人走得慢，却看得更清楚。你可能会花很久才明白一件很简单的事，比如，原来不用所有人都喜欢我，原来休息不是懒，原来我已经很努力了。这些明白，没有人可以替你学，只能你自己慢慢来。但如果生活只是上课，那会不会也有点累？一直在学，一直在成长，好像也很辛苦。于是，还有一种说法，生活其实是一份礼物。礼物这个词很温柔，它不强调结果，也不强调进步，它只是说，你能来到这里，本身就是一件事情。你能呼吸，能感受，
能喜欢一个人，能被一首歌感动。这些都不是考试题，也不是作业，它们只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。有时候我们太忙着用好这份礼物，却忘了感受这份礼物。我们总在想，我要变得更好，我要更成功，我要更有用。可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很少问自己，我今天开心吗？我有没有好好吃一顿饭？我有没有认真看过天空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的瞬间，其实都很小。早上醒来，阳光刚好照进房间，下雨的时候，你刚好在室内，很累的一天结束后，能躺在床上，有人认真听你说话，或者只是喝到一杯你喜欢的咖啡，这些都不是成就，但它们让生活变得真实。也许生活同时是考试，是课程，也是礼物。在不同的时候，它会有不同的样子。当你压力很大时，它看起来像考试；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它像一堂课；而在某些安静的瞬间，它又像一份礼物。问题也许不是生活到底是什么，而是我现在用什么方式看生活。如果你最近很累，也许你把生活当成了一场不能失败的考试。如果你最近很迷茫，也许你正在一堂很重要但很难的课里。如果你最近觉得平静，也许你正在慢慢打开那份礼物。你不需要一直用同一种方式面对生活，有时候你可以努力，有时候你可以停下来，有时候你什么都不做也没关系。生活不是要求你每天都有答案，它只是邀请你参与。很多人问，那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？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像考试，但生活很少给你一个唯一正确，你只能在选择之后慢慢调整。你选错了，也不是浪费，那只是换一种学法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这段话，心里有一点点轻松，那就很好了，说明你已经在用更温柔的方式看生活了。你不需要马上想明白一切，也不需要给人生一个总结，你只需要今天比昨天多一点理解自己就够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一起聊了生活是一场考试，一堂课，还是一份礼物。也许答案会变，也许没有固定答案，但希望你能记住一件事，不管你现在走到哪里，你都不是太慢，也不是太晚，你正在路上，这本身就很重要。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听这段简单的中文，也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想这些问题。希望你接下来的生活里能少一点对自己的要求，多一点对自己的善意。我们下次再聊，再见。